流浪地球2上的垂直起降歼20火了，但是这种方案真的不靠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彦超。美国也拥有目前全球唯一的 F-35B 超音速垂直起降战斗机。网友们同样希望中国也能有一款类似的隐身战斗机。比较有意思的是，最近热映中的《流浪地球2》满足了很多人的这一愿望。一款歼20双发垂直起降战斗机在影片中大杀四方，成为了反击被黑客控制的无人驾驶作战飞机的主力。要注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是一款双发双座垂直起降版本的歼20，乍一看非常炫酷。该机在机身前部配备了2台升力风扇，后机身配装有2台大推力的涡扇发动机。其尾喷管是能够向下旋转90度的矢量喷管。该机采用的技术路线乍一看与 F-35B 的垂直起降方案比较接近，与前苏联的雅克141也有类似之处。歼20与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点是采用了鸭式气动布局。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款在电影里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歼20垂直起降战斗机到底靠不靠谱？仅从气动外形上看，该机似乎与美国洛马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可负担轻型战斗机方案有相似之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这款编号为 C160 的方案也采用了升力风扇加可偏转尾喷管的设计。后来由于美国军方对于鸭式飞机的习惯性抵制， C160 并没有能够进行试飞，所以该方案最终胎死腹中。流浪地球2为垂直起降版本的歼20选配了2台推力矢量发动机，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从耀式雅克38到 AV8B 雅克141再到 F-35B 战斗机，不管它们的气动设计如何变化，但有一个统一的地方，那就是它们全部都采用单台发动机。那么垂直起降版本的歼20为什么就不能够创新性的选择2台推力矢量发动机呢？还真不能。因为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如果这类战斗机使用2台尾喷管可向下偏转的发动机进行悬停、垂直起飞和降落，那么2台发动机的转速、推力以及喷管的转动角度很难保持同步，从而有可能导致左右发动机出现推力和力矩不一致的情况。那么一旦2台发动机的推力出现差异，飞机就会失去平衡，非常容易失控坠毁。流浪地球2中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场面是垂直起降版的歼20机群与无人机机群的空战。从视觉效果上看，的确令人震撼，但这同样与未来可能采用的空战样式不太相符。现在空战应该是歼20机群交替在视距外发射空导弹，打击目标后撤出，大概率不会与无人机近身格斗。有网友会问，中国未来有没有可能开发一款与歼20外观相似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呢？可能性也并不高。当然，以歼20的外形为基础改出一款缩小版的带矢量喷管的单发战斗机可能还是靠谱的。而且采用鸭式气动布局的这类战斗机在气动性能上还有一定的优势。流浪地球2虽然是一部科幻片，但是出现的陆基战斗机采用垂直起降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设计团队对战斗机垂直起降方案的崇拜和期盼，其希望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影片所体现的作战环境来看，似乎并不需要垂直起降版的歼20，大大方方的使用原版歼20就很好了。我们要注意，在中国已经突破了主要用于提供操纵力矩的推力矢量喷管的情况下，要想研制一款动力升力型的垂直起降战斗机是有可能实现的，关键是看需要不需要。垂直起降战斗机猛一看呢，很酷炫，实际在综合性能上付出的代价非常大，除了研制周期长、技术难度大、使用成本高、后勤保障复杂等问题外，在技术性能方面也存在着结构重量大、起飞重量低、有效载荷小、机动性能差、作战半径短等突出问题。所以中国在当前已经突破了电磁弹射技术的情况下，对于发展
垂直起降战斗机的需求并不迫切，或者说没有必要急着研制此类战机。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